这是一枚被鉴定为最没用的契约宝石，被当成垃圾扔掉本该是他最终的宿命。可在你看到它酷似抹茶果冻的切面时，一个大胆的想法竟在你心中萌生。随后你不顾一切的当众把它吃了，全校都嘲笑你是异想天开的疯子。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你竟然契约了你自己，并获得了身体的绝对控制权。你当场就命令自己完成了500个俯卧撑，但你并不知道，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。因为当你吸收第2颗宝石的能量后，你看到了这个世界最惊人的真相。此时，你拿着小刀切开了一颗世人眼中的废弃觉醒时，你有点失望。可就在这时，看着被切开的晶体，你居然产生了一丝渴望。那切面光滑晶莹，色泽明艳，像极了加了抹茶的果冻。等等，一个疯狂的念头在你脑中炸开：如果我自己吸收了会怎么样？自己控制自己，100%掌控肉身，这可是前所未有的道路。干了，反正最坏的结果不过是能量流失。随后你拿起石头，引导着能量融入体内。别的生物或许会排斥，但你不会。晶体能量入腹，一股难以言喻的感觉涌上心头，仿佛身体和意识完美的合二为一。良久，你睁开眼，心中默念：去倒一杯水。下一秒，你的身体自己动了。你像个旁观者，看着自己的双腿下床，走向桌子，拿起水杯倒水，整个过程流畅至极，不可逆转。虽然消耗的还是你的体力，但你完全不需要分神去控制。完成500个俯卧撑，喝完水，你下达了新的命令。于是你的身体趴在地上，开始飞快地做俯卧撑，1个、2个、100个。当做到250个时，你的肌肉已经酸痛不堪，意志力也达到了极限。但在绝对命令下，你的身体依旧在继续。最终500个俯卧撑完成，你精疲力尽地趴在地上，连一根手指都动不了，脸上却笑开了花。太有意思了，这能力简直是自律神器。虽然目前看来没什么大用，但至少能让你在锻炼时突破极限。第2天凌晨，你还在沉睡，眼睛却自动睁开，身体穿好衣服，走出宿舍，来到操场，开始跑步。这是你昨晚给自己设下的命令。早上4点起床跑步，你的意识还在梦中遨游，身体却像一台精密的机器，忠实地执行着程序。等到6点，你彻底清醒过来时，人已经坐在食堂，面前摆着1碗白粥和3个馒头，真可以！你嘴角疯狂上扬，为自己的天才想法点赞。就在这时，不远处传来一阵喧哗。洛诗雨同学，早上好。女神，我已经帮你打好早餐了。你闻声望去，知道是隔壁班的校花洛诗雨来了。她极受欢迎，粉丝无数。你以前的舍友就是她的追随者之一。你一边啃着包子，一边习惯性的抬起头。下一秒，你的瞳孔骤然收缩成一个针尖，你猛地低下头，用喝粥的动作掩饰内心的惊涛骇浪。在你的记忆里，洛诗雨是个身材窈窕、面容绝美的少女。可刚刚你看到的是一只2米多高、直立行走的巨大弧形异兽，她的面部覆盖着一层少女的拟态伪装，就那么大摇大摆地走在人群中，而周围所有人都用爱慕的眼光看着她，仿佛毫无察觉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张平同学，早上好。那只异兽经过你身边时，发出了沙哑却在别人耳中无比动听的招呼。你在心底对自己狂吼：冷静，保持冷静。你面不改色地点点头。洛诗雨同学，早上好。幸好他没有停留，继续向前走去。你用平生最快的速度吃完早餐，像往常一样离开食堂。作为一个心智成熟的成年人，你明白现在绝不能一惊一乍。你平静地走向教学楼，目标是教员室。然而当你走到门口，透过玻璃看到里面一位老师的真身，也是一只披着伪装的异兽时，你面不改色地从门口走过。老师也未必可靠，麻烦大了，一个学校里就潜伏着2只，那整个城市呢？这座城市到底谁说了算？你躲进无人的角落，心情复杂。看来我的能力还有很多我不了解的地方。你很确定，在吸收那块晶体之前，你和所有人一样，什么都看不出来。所以这种变化源于那块契约宝石。你再次伸出手，凝聚出一块新的宝石，然后毫不犹豫地吸收了它的能量。既然1颗能让你看见真实，那么第2颗呢？轰！这一次感觉完全不同。如果说昨天是身心合一，那么现在就是天人交感。你的五感被无限放大，整个世界在你眼中变得前所未有的明亮艳丽。你睁开眼，目光扫过教室，当视线落在一张空桌子上时，你敏锐地嗅到了一丝若有若无的能量残毁。紧接着，一幕幻象在你眼前浮现，讲台上的老师在侃侃而谈，而教室里一只巨狐正悄无声息地接近一名学生。与此同时，2行冰冷的文字出现在你眼前：鉴定成功，浸染能量的课桌。曾经有一位品学兼优的学生，在所有人都未曾察觉的情况下被异化受所害。这张浸染能量的课桌忠诚地记录下了一切。你心里一惊，立刻把目光投向自己，你死死地盯着自己。1分钟后，一行行文字唰的一下在你眼前展开：鉴定成功，召唤兽张平，主人张平，种族人类，潜力3星，寿命89，天赋契约宝石，可消耗体力加精神力凝聚出契约宝石，与目标建立深度链接，对方将获得你的潜力与运气加持，重复吸收可轻微提升自身潜力，并有1%概率觉醒新天赋。绝对命令：你对召唤兽，你自己拥有绝对主宰权，绝对服从。你对召唤师的命令绝对服从。不稳定的鉴定术，可对目标进行鉴定，有极小概率获得信息，双方实力差距越小，成功率越高。真鉴定出来了，你看着这记时，召唤兽又是主人的奇葩面板，哭笑不得。这算不算我既是我的矛又是我盾？但紧接着巨大的狂喜淹没了你。原来这能力不叫无用宝石，而是叫契约宝石，觉醒新天赋。这真是等于拥有无限可能。别人只有一个超能力，而你可以通过不断吸收能量，刷出第2个、第3个。现在你终于有了在这个诡异世界活下去的底牌。你必须搞清楚，这座明珠城到底是人类的城市，还是披着伪装的异兽的猎场？你可不想自己的课桌也变成浸染能量的课桌。中午，你随便吃了点东西，便离开了学校。你以探望苏静瑶为借口，实则要去巡防队总部一探究竟，顺便看看这城市里到底藏了多少怪物。走上大街，你眼前的世界彻底颠覆。一家冷兵器店里，一头人形异兽正翘着2郎腿，它一边啃食着一块散发着金色光芒的奇异肉干，一边看着报纸。在别人
别人眼里，他只是个啃着零食的中年大叔。你目不斜视，心中默念鉴定，鉴定成功，异化兽天长湖，天赋认知扭曲常理颠覆。原来如此，他们能扭曲别人的认知，颠覆常理，难怪无人察觉。你继续往前走，一路上你看到了更多天长湖，他们像正常人一样逛街交谈，甚至为了几块钱讨价还价，言辞激烈。他们拥有不下于人类的智慧。2个小时后，你终于抵达了巡防队总部，这里戒备森严，气氛肃杀，似乎与外面的和平世界格格不入。你深吸一口气，走到咨询台前，看着里面那位穿着制服、面带微笑的工作人员，平静地开口：“你好，我想找一个人。”柜台后面，那只天长湖用沙哑的声音问你：“你好，找谁？”你的脸上一丝多余的表情都没有。苏静瑶，你报出名字。天长湖点点头，低头翻着记录。片刻之后，他抬起头，那双飞人的眼睛看着你。苏静瑶还在总部，要我叫他过来吗？好，麻烦了。你点头，心却沉了下去。就在你点头的瞬间，你的天赋发动了，鉴定成功，异化兽天长湖，天赋认知扭曲，常理颠覆，莫名信任。你心里一凛，这家伙比之前在学校里遇到的那只要强，他的天赋更诡异，更难对付。你很清楚，这个世界人类为什么只能固守在城里这些怪物，天生就比你们强太多。脚步声传来，你抬起头，脸上硬是挤出一个笑容。2只天长湖走了过来，其中一只的拟态伪装，赫然是苏静瑶的模样。那层伪装散发着微光，显得极不真实，让人不适。张平，你来找我干嘛？顶着苏静瑶伪装的天长湖开口，声音同样沙哑的不像人。你强迫自己笑得更自然一点，这不是担心你不适应巡防队吗？感觉怎么样？要是受不了，跟我去种田算了。谁跟你去种田？我待在巡防队才能变强，我要守护这座城市，为我爸妈讨回公道。他没好气地吼道，完美复刻了苏静瑶的脾气。你长长的叹了口气，像是真的在为他惋惜。好吧，看来你适应的不错，那我就放心了。你真决定去种田了？他又问。你耸耸肩，一脸的无奈和认命。谁让我觉醒的是个无用能力呢？走了，下次再见。不知道要什么时候了。再见。他点了下头，转身就走，没有丝毫留恋。你平静地走出巡防队总部，抬头看了一眼蓝得刺眼的天空，过了好一会儿，才像个失落的傻瓜一样，长长的吐出一口浊气。紧接着，你转身走进了街角对面的餐厅，你挑了个靠窗的位置，正好能看见巡防队的大门，点了一杯最便宜的茶。你就这么坐着，像一尊雕像。愤怒没有冲昏你的头脑，越是愤怒，你越是冷静的像一块冰，莽撞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只会让你败得更快。1个下午，你就这么死死盯着，直到黄昏降临，你得到了你想要的答案，才起身返回学校。整个巡防队一个活人都没有，全都是披着伪装的怪物。这就是你观察1下午得出的结论。不管是谁，只要加入巡防队，就等于走进了陷阱。这个城市的守护者已经被怪物彻底掏空，明珠城根本就是一座不设防的巨型猎场，而你们所有人都只是他们圈养的猎物。难怪连学校都出现了天长湖，因为这座城早就沦陷了。距离毕业典礼还有3个月，但对你来说，毕业典礼已经失去了意义。你没离开学校，也不再去上那些毫无意义的课。宿舍、操场、食堂3点一线，你像个苦行僧一样锻炼身体，对外只说是为将来种田打好基础。你不是唯一一个这么干的，很多觉醒了无用能力、前途无望的学生都选择在学校里安然度日。然而你很快就发现了规律，这些看似平凡的学生反而最安全。天长湖的狩猎目标很明确，要么是像苏静瑶那样加入关键部门的，要么是像洛诗雨那样天赋卓绝的。至于你，一个无法获得召唤兽的召唤师，公认的潜力低下者，注定只能去种田。在他们眼里，你毫无威胁，这恰恰成了你最好的保护色。每一天，你都能感觉到自己在变强，身体素质、潜力都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提升。你把那颗自己凝聚出的契约宝石当成日常补给，只要体力和精神力一恢复，立刻就再来一颗。几天下来，虽然没觉醒新天赋，但效果是惊人的。现在你已经能连续做1000个俯卧撑，而且做完后体力恢复的极快，再也不会像之前那样精疲力竭。这天夜晚，你盘坐在床上，又凝聚出一枚契约宝石，看都没看就吸收了它的能量。突然之间，整个世界都安静了，你仿佛被抽离到了一个无声的空间。过了好几秒，蟋蟀和青蛙的叫声才重新涌入你的耳朵。你立刻对自己发动了鉴定，鉴定成功。召唤兽张平，潜力4星，天赋契约宝石，绝对命令，绝对服从。不稳定的鉴定数，夜行者获得黑夜视觉，夜晚存在感体重下降，行动速度提升，阴影中完全隐身。成了，你心头一震，果然多了一个天赋，根本不用看面板，你的身体已经给出了最直接的反馈。你从床上一跃而下，身体轻得像一片羽毛，轻轻一跳，指尖就碰到了天花板，落地时悄无声息，如同猫科动物。窗外漆黑的城市在你眼里亮如白昼。就在这时，你甚至看见一只翼展超过12米的巨型猛禽，拖着滚滚黑烟，无声地从城市上空掠过。你倒吸一口凉气，要是那东西冲下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这个世界比你想象的还要危险10000倍。你走进浴室，潜力从3星提到4星的变化，远不止一个天赋那么简单。你一口气做了2500个俯卧撑，感觉还能再来500个。当然，这跟体重变轻有关，但提升是实打实的。你的五感也变得异常敏锐，甚至能清晰地听到隔壁宿舍的磨牙声。现在我算几级？你躺回床上，开始盘算自己的实力。在这个世界，等级划分简单粗暴，1至9级是初级，10到20级是中级，往上是高级和顶级。至于传说中的王者，明珠城连个鬼影都没见过。第2天，你醒来时，发现自己正在操场上自动跑步。天还没亮，但你的精神却好得出奇，潜力提升，连睡眠需求都减少了。跑完步，身体自动带你走向食堂，一切都按照你昨晚设下的命令进行着。直到那个身影出现，洛诗雨同学，早上好啊，女神，我帮你排队，想吃什么？人群一阵骚动，那只顶着洛诗雨伪装的巨大异兽，在众人的簇拥下缓缓走来。即使你的实力已经提升，那股发自灵魂的寒意依然让你浑身僵硬。突然，他停下了，就在一个满脸兴奋的女生旁边，他伸出利爪，轻轻搭在那女生的肩膀上，像对待挚友一般将她带离了队伍，然后若无其事地拖着她继续走向餐台，仿佛在自助餐厅挑选今早的同伴。你死死攥着手里的筷子，指节捏得发白，低着头，强迫自己把盘子里的食物全部塞进嘴里。你必须在异样气息飘过来之前吃完，然后滚蛋。当你离开时，食堂里还有不少人在羡慕那个被女
女神选中的幸运儿能和她共进早餐，在他们眼里那是女神的垂青，可在你的眼里，那是一场无声的狩猎。那女孩正被一只狰狞的怪物带走，她的身影在人群中逐渐消失。必须搞清楚，必须知道敌人的底细。你握紧拳头，冲回宿舍，砰！第一声关上门，俯卧撑1000次，你对自己下达命令。汗水很快浸湿了你的衣服，但你没有停。仰卧起坐500次，蛙跳300次，再来！你双眼通红，在心里对自己咆哮。一整个上午，你都在用高强度的方式压榨自己。中午扒完饭，休息2小时，你又开始打拳。你的脑子里闪过拳法课上教的东西：明珠3拳、追鼠、打小的、以势压人、奔狼、打平级的、一击致命、囚牛、好大的、游走卸力。虽然只有3招，却是无数前辈用生命换来的经验。你不是肉体强化系的，但你有契约宝石，你的潜力没有上限。晚上9点，你换上一身黑衣，像个幽灵一样溜出宿舍。操场上还有低年级学生在对练，你没理会，只是远远看了一眼女生宿舍的方向，口袋里的拳头又一次握紧。别急，张平，你对自己说，你还太弱。离开学校，你彻底融入了夜色。夜行者的天赋让你仿佛不存在于这个世界。路人从你身边走过，却对你视而不见。你开始在学校周围的街道穿行，像一个真正的猎人，默默记录着猎物的信息。你记起课上教过的知识，异化兽的眼睛在夜晚会发光，初级是白光，中级是绿光，高级是蓝光，顶级是红光。你虽然经验不足，但判断个大概还是没问题。你发现这些天长湖的实力普遍在中级到高级之间，也就是19到25级左右。然而几天下来，一个巨大的疑惑在你心中升起，又是一只初级。你猫在一个角落，看着不远处那只眼睛里散发着明亮白光的天长湖，它正大摇大摆地在街上散步。这不合常理，一个初级异化兽能力再诡异，也不可能瞒过中级甚至高级的觉醒者。等级压制是绝对的，就像一个小学生不可能在力量上打赢一个成年人。可事实是，这些初级的怪物同样在城里横行无忌，当街行凶，而周围的强者们却都跟瞎子一样，毫无察觉。这其中一定有你不知道的关键情报。你看了一眼那只初级天长湖，转身消失在更深的黑暗里。你心里已经有了大概的地图，以学校为中心，附近16条街至少盘踞着50只以上的天长湖。校外最强的大概25级往上，校内那个假扮老师的恐怕接近30级。你甚至不敢对那只怪物用鉴定术，直觉，一种野兽般的直觉在警告你，只要你敢窥探它，下一秒你就会没命。这不是幻觉，你100%肯定，那只顶着洛诗雨伪装的怪物等级高到离谱，甚至可能是顶级的异化兽。情报够了，你在宿舍冰冷的地板上坐着俯卧撑，汗水滴落，脑子却在飞速运转。光靠我一个绝对没戏，但这些怪物的能力太邪门，低级的都能骗过高级觉醒者，我空口无凭，谁会信我？唯一的办法就是搞一个残骸当证据，只要有证据，才有可能撬动那些真正的大佬。然而狩猎天长湖等于捅了马蜂窝，你根本没把握能在解决一只之后，自己还能活着回来。说来说去，还是太弱了。仰卧起坐，再加500次。你咬着牙，对自己下达了强制命令。这些天，你每天都吸收2颗契约宝石的能量，潜力在涨，身体在变强，但新天赋迟迟没有出现。唯一支撑你不至于绝望的，就是这种每天都在进步的实感。第二天，你睁开眼，时间又提早了，凌晨4点，天还是一片死黑，整个操场只有你跑步的喘息声，风很凉。有一瞬间，你甚至感觉回到了前世的校园。如果没有这些怪物，你一想到那些被吞噬的学生，拳头就不自觉地攥紧了。突然，你脚下好像踩到了什么硬物，你停下脚步，回头一看，地上有个东西在反光。放弃晨跑，自由行动。你立刻对自己下令，走回去，捡了起来，是一枚暗黑色的戒指，做工非常精细，上面的花纹诡异而漂亮，绝对不是地摊货。鉴定失败，再来，鉴定失败。你心里一惊，普通的物件，鉴定术几乎是秒成功，这玩意儿竟然连续失败。你降上了，对着它疯狂发动鉴定，在失败了10几次后，信息终于浮现，鉴定成功。暗杀戒指佩戴后，所有生命体都会下意识忽略佩戴者，高级觉醒者以上可免疫。就在鉴定成功的瞬间，一段画面粗暴地冲进你的脑海，一个白胡子老头，一手按着戒指，另一只手按着一个被捆起来的男人。金光闪过，那男人无声的哀嚎，身上一道道金光被抽出来，灌进了戒指里。画面一转，操场上一个戴着黑色面具的白衣男人正在和洛诗雨交手，但是他完全不是对手，很快就被对方击溃，能量核心被瞬间摧毁。画面到这里戛然而止。原来如此，你瞬间反应过来，冷汗一下子就冒出来了。这很可能是天长湖留下的诱饵。你猛地抬头望向女生宿舍，一片寂静。你强迫自己冷静，一咬牙，不动声色地把戒指戴在了手上。现在扔掉更可疑，趁天还没亮，夜行者效果还在，必须马上滚回宿舍。你转身，瞬间消失在夜色中。操场外的墙角，一只打着哈欠的天长湖突然感觉不对劲，他定睛一看，又揉了揉眼睛，戒指不见了。不好，他立刻跳进操场，趴在地上疯狂地嗅着气味。可是，在驳杂的气味中，他下意识地忽略了你的那一道，找了一圈，一无所获。没人来过，这怎么可能？天长湖傻眼了，他奉洛诗雨的命令盯了一整晚，怎么戒指就凭空蒸发了？不对，肯定有人来过，能瞒过我，至少是中级。他眯起狭长的狐狸眼，转身就向女生宿舍跑去。与此同时，在男生宿舍的阳台上，你看着那只狐狸离开，才缓缓吐出一口气。赌对了，凌晨4点，天没亮，你的存在感本来就低，戴上戒指后更是被削弱到了极致。那家伙根本没发现你。不过这戒指白天绝对不能戴，洛诗雨那个级别的怪物肯定能看穿。原来不止我一个发现了。你回到房间，玛萨着手上的戒指，那个白衣男人显然也是在狩猎这些怪物。他为什么专挑洛诗雨下手？难道他在狐狸里地位特殊？情报还是太少了。你想不通，干脆倒在床上，不再钻牛角尖。不过这枚戒指倒是给你提了个醒，实力不光是靠自己练，这个世界还有各种神奇的装备。今晚得去调查一下装备的价格。你定下目标，看了一眼闹钟，凌晨5点，还能睡1小时。你对自己下令，瞬间沉入梦乡。突然在一片朦胧中，你看到了苏静瑶，她的身影模糊，唯有一双杏眼清澈的像水，正焦急地看着你。张平有危险，快起来！梦不对，醒来！你猛地睁开双眼，下一秒你没有丝毫犹豫，摘下戒指塞进嘴里，咕咚一声吞了下去，然后闭上眼。
继续睡觉。几分钟后，你宿舍的门被无声的推开，洛诗雨走了进来。他在你房间里踱步，像是在巡视自己的领地，最后停在你的床前，低下头。那张拟态的伪装几乎要贴到你的脸上。阳台的风吹过，伪装的边缘轻轻晃动，在他背后，那双狭长的狐狸眼正静静地审视着你。他的利爪缓缓伸出，停在离你太阳穴不到1厘米的地方。你甚至能闻到爪子上那股陈旧的能量残秽味。片刻之后，他收回了爪子，转身离开。门外，另一只天长狐低声问：“殿下，为什么不解决了他？”洛诗雨冷冷地瞥了他一眼：“不是他，还有，别浪费食物。”是那只天长狐吓得立刻闭嘴。洛诗雨回头，最后看了一眼熟睡中的你，待着手下消失在走廊尽头。半小时后，你猛地睁开眼，心脏还在狂跳，真是太危险了，一点都不能大意。你瞥了眼窗外，确定他们已经走了，才松了口气。你刚刚命令身体睡觉，但大脑一直醒着。当他进来的那一刻，你就想通了。你5点多没出现在操场，这个反常的行为引起了怀疑。那个怪物，无论是力量还是速度，你连他一招都接不下。你只能赌他不知道你拿了戒指，赌他看不出你的破绽，赌他对你这种潜力低下者没胃口。你又赌赢了。锻炼太慢了，必须搞装备。你坐在床边，后怕的浑身发冷。刚才那种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的感觉，你1秒钟都不想再体验。为了不显得反常，你还是硬着头皮去了食堂。然而一进食堂，你就听到所有人都在议论一件事：黑死星陨落了。黑死星，明珠城最臭名昭著的独行侠，传说只要价码给够，城主都敢动。你一边吃着早饭，一边竖着耳朵听。残骸是今天早上在学校附近的臭水沟里发现的，被野兽啃得不成样子，白衣服上全是金色的痕迹，脸上的黑色面具碎成了好几块。你心里咯噔一下，白衣黑面具，难道就是你在戒指幻象里看到的那个男人？也就是说，昨晚那个你以为的友军，其实是个拿钱办事的独行侠。等等，洛诗雨跟你一样是孤儿，谁会花大价钱请黑死星来对付他？除非有人也发现了这些披着伪装的怪物，然后简单粗暴，直接花钱雇人解决异兽。你脸色变得古怪起来，这倒是个好办法，不需要证据，不需要说服任何人，只要有钱，独行侠才不管目标是人是兽。可惜他失败了，还打了草惊蛇。你吃完早餐回到宿舍，不管怎样，先锻炼。你凝聚出一颗契约宝石，并吸收了它的能量。突然，一种万物升华的奇妙感觉从内而外爆发开来。你愣了片刻，难道是新天赋？你立刻给自己来了一发鉴定，鉴定成功。召唤兽张平，潜力4星，等阶初级觉醒者，等级2，天赋稳定版鉴定术，可对目标进行鉴定。原来是升级了，你心头一喜，鉴定术从不稳定变成了稳定版，还多出了等级显示。也就是说，我现在白天也能看穿那些怪物的等级了。这个提升太关键了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先来2000个俯卧撑庆祝一下。你笑了笑，开始热身。等级提升后，你的体力和精神力都涨了大概5%，虽然不多，但积少成多。夜幕降临，你戴上暗杀戒指，离开了学校。夜行者加上暗杀戒指，你现在就是个绝对的幽灵。你停在一个街角，对一家店铺里的天长狐发动了鉴定，鉴定成功。异化兽天长狐，等阶终极异化兽，等级15，成了。你心里有了底，开始在附近游荡，将一只天长狐的等级数据记在心里。半小时后，你来到一家名为铁之魂的武器店，你早就盯上这里了，因为店主是个人类，而且顾客大多是冒险者，一群跟你一样以孤儿为主的边缘群体。你进去不会引起怀疑。你观察了一会儿，趁店里没人，走了进去。店内一股热浪扑面而来，最里面是一个巨大的火炉，一个瘦弱的老头靠在墙边，吧嗒吧嗒的抽着长杆烟斗，眼皮都没抬一下。你也不理他，自顾自的看起了展示台上的武器：九环鬼斧刀，标价50万；鬼镰刀，标价60万。突然，你眼前一亮，一把通体雪白造型酷似加长版绣春刀的兵器静静的躺在那里。寒娘轻薄刀，长1.88米，重80斤，由寒冰豹的本源淬炼而成，攻击自带寒气。好刀！你热血沸腾的看向价格标签，然后你的心就像被这把刀砍了一样，凉了个透。200万明珠币。你算了算，一个普通农民不吃不喝干666年才能买得起。你心头一凉，你知道这些东西贵，但没想到会贵到这个地步。老爷爷，你转了一圈，发现最便宜的货色都要上万，只好硬着头皮走到那老头面前。还有没有更便宜点的？老头慢悠悠的抽了口烟，足足过了1分半钟，才抬起浑浊的眼皮看着你，慢吞吞的问：“你说啥？”你只好又问了一遍：“老爷爷，我是问还有没有更便宜的武器？”老头盯着你看了半天，像是信号延迟了半个世纪，最后答非所问：“我儿子等我吃饭呢。”你彻底无语了。就在这时，一个中年壮汉火急火燎的冲了进来，他一身破烂迷彩服，倒三角的身材，胳膊比你大腿还粗，背上还扛着一把乌漆嘛黑的巨剑，一看就是个老江湖。不好意思，小兄弟，本店暂时不做生意。他放下武器，走过来对你说道。那老头看见他，立刻不满了：“裘强，你又带大山去哪瞎逛了？大山的刘叔，你怎么又把店开了？”叫裘强的汉子一脸苦涩：“我不是让你在家等我吗？我很快就找到大山了。”老头拿起烟斗就往他脑袋上敲，恨铁不成钢的骂：“整天就知道瞎混，赶紧叫大山回家吃饭。”好好好，我回头就叫他回家。裘强连连点头：“咱们先关店上楼。”老头又是一烟斗敲下去：“我就待这儿，万一老主顾上门怎么办？”行行行，就待这儿，哪儿都不去。裘强只能苦笑着妥协。突然他注意到了准备溜走的你，眼睛一亮：“学生想当冒险者，小兄弟，等等！”他叫住了你，你回头：“有事聊聊。”裘强挤出一个讨好的笑，你犹豫了一下，还是点了点头。两人走到店外，裘强习惯性的掏出烟递给你，你摆摆手：“小兄弟，快毕业了吧？”他把烟夹在耳朵上，开门见山：“快了。”你点头，对铁匠这行有啥看法？他小心翼翼地问，你立刻就明白了他的意思。看了眼店里那个有点痴呆的老头，顺着他的话说：“比当农民强。”对，比当农民强。他像是找到了知音。这个世界的农民可不是种田那么简单，修路补城墙，处理全城的垃圾和排泄物，除了战斗，什么脏活累活都干。大哥，你的意思是？你指了指店里。裘强见你上道，干脆摊牌了。不瞒你说，那是我叔，亲叔，他儿子，也就是我兄弟大山，前段时间失踪了。现在刘叔人有点糊涂，我想找个人照顾他，顺便看看店。当然，我有空也会过来教你两手，包你出师，怎么样？考虑考虑。你脑子飞速转动，包吃包住，不但包吃包住，每个月还给你100块薪水。我考虑。
考虑考虑，明天答复你。你有些心动，但也有顾虑，那个失踪的大山8成是被天长湖吞噬了。现在宿舍虽然危险，但若失语只对女生下手，男生反而相对安全。但是今天早上那次查房，让你对宿舍的安全感降到了冰点。行，你好好考虑。裘强说着，突然塞了一把匕首到你手里，这玩意儿就当交个朋友。最近城里不太平，你自己小心点。说完，他就转身回了店里，你边走边盘算，下意识拔出了那把匕首，刀鞘一开，寒光一闪，你瞳孔一缩，这匕首的材质竟然和那把200万的韩娘一模一样，刀身雪白通透，寒气逼人。好家伙，这份礼可太重了。你心里瞬间有了决定，把自己的命寄托在怪物的口味上太蠢了。万一哪天若失语想换口味呢？就这么定了，明天就答应他。你爱不释手地把玩着匕首，干脆给他起了个名字美人类。你一边往回走，一边在脑子里模拟着用匕首战斗的画面。路过一个公园时，你的脚步突然停住了。秋千上坐着一只1米高的天长狐幼兽，鉴定成功，异化兽天长狐，等级3，弱，非常弱。你的心开始不受控制地狂跳起来。证据，这就是最好的证据。解决它，把残骸送到调查队，就有可能揭开这一切。明珠城或许还有救。干了！你再也无法忍受每天看着同学被当成猎物，无法忍受走在街上还要假装看不见那些行凶的怪物。你转身，右手握住了美人类的刀柄，身怀利器，杀心自起。如果没有这把匕首，你绝对没这个胆子。然而，就在你刚踏进公园的一瞬间，一只手按在了你的肩膀上，别动。一个女人的声音在你耳边响起，一股刺骨的寒意从背后传来。冰，是冰系觉醒者。你躁动的心瞬间冷静下来，不是天长狐，也没有杀意。别回头，别说话，拿着，离开这。女人说完，塞了一张纸条到你手里。下一秒，你背后那股寒意消失了。你没有回头，假装在地上找了找东西，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公园。能在夜行者和暗杀戒指的双重效果下发现你，这个女人的等级绝对比你高得多。难道故人解决异兽的就是她？你心里嘀咕着。回到宿舍，没有立刻看纸条，直接躺下休息。第二天凌晨4点，你准时睁眼，走进浴室，坐在马桶上，才缓缓打开了那张纸条。上面只有3个词：23午练南岳。你皱起眉头，23号还有4天，这是约你见面。可午练和南岳是什么鬼地方？你脑壳发疼，这暗号显然是为了防备天长湖。下午，你正在填写毕业申请，脑子里突然灵光一闪，反过来读呢。越南练武，你浑身一震，瞬间明白了，这不是什么高深的谜题，但知道的人绝对不多。对方非常了解你，或者说了解这具身体的原主。孤儿院附近曾经有家牛腩拉面店，招牌上的腩字裂开了，看起来就像越南。而拉面店后面那个小公园，就是你小时候偷偷练武的地方。那家店4年前就倒闭了。知道这个秘密的不超过5个人。你把纸条撕碎，冲进马桶，拿起填好的毕业申请，大步走了出去。申请异常顺利，一个看似普通的学生，没人会在意。傍晚，你收拾好所有行李，直接杀到了铁之魂。裘强一见你拖着行李箱，脸上顿时乐开了花。小兄弟来得正好，我明天要出趟任务，大概5天回来。正愁刘叔没人照顾呢，他热情地拉着你上了2楼。你挑了个房间住下，才知道裘强的本名叫裘强，而刘叔大名刘铁峰，今年79了。当晚，裘强决定先教你几手基本功。小张看好了，他戴上防火手套，站在火炉前，你集中精神，死死盯着他的动作。只见他拿起几块铁锭和一些赤红色的蛇鳞扔进一个木盘里，一块金铁大概6000块，贵吗？每一块都可能沾着矿工和冒险者的汗水。你沉默了。这种赤炼蛇鳞高温下能和金铁融合，让武器拥有自我修复的功能，但必须一次成型，否则就废了。说着，他把整个木盘都扔进了火炉，然后直接把手伸进火里，像和面一样快速搅拌。火焰舔舐着他的手臂，他却连眉毛都没动一下。看好了，最关键的一步。他大喝一声，从火中捧出一团赤红的面团，他迅速放进一个长方形的模具里，然后抄起一个巨锤，对着模具上的凸起疯狂敲打。帮我把那边的红油拿过来。他喘着气吼道。你费了9牛2虎之力，才把那个1米高的油桶抱了过去。不错，有把子力气。裘强笑了笑，拧开盖子，倒了些火油在模具上，轰一声巨响，蒸汽喷涌。他拉开模具，一把通体黝黑、带着红色纹路的战刀出现在你们面前。他拿起刀，对着石刀石猛地一挥，刀光闪过，坚硬的石刀石被平滑地切成2半。这就是明珠城最普通的制式刀具——明珠刀。你被彻底震撼了，但是你很快就清醒过来。拥有这种技术的明珠城，依然被天长湖渗透的千疮百孔。这种刀能伤到中级异化兽吗？你问。裘强笑了，对付初级的还行，中级的看运气吧。好了，你来试试。他把防火手套递给你，你深吸一口气，戴上手套，走上前，你学着他的样子，把材料放进火炉。瞬间，一股恐怖的热浪扑面而来，你的眉毛当场就卷了。别退，感受材料的变化。裘强在你身后喊道。你咬紧牙关，双手伸进火焰，捧住了那团滚烫的材料，揉，让它们均匀。你这才发现，这玩意儿比和面吃力1万倍。你用尽了全身的力气，拼命地搓揉着，汗水瞬间湿透了后背。快点，不然材料就烧没了。你感觉手里的面团终于融为一体，立刻把它捧出来。你塞进模具，然后去拿那个大铁锤。你这才发现，这锤子重得离谱。你用2只手才勉强举起来。你拼了命地敲打，直到模具上的凸起被砸平，才端起火油倒了上去。轰，蒸汽爆开。你松开手，再也撑不住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整个人都虚脱了。喝口水吧。强叔把水递给你，你接过杯子一饮而尽。他看着你，眼神里多了点以前没有的赞赏。行啊，本来以为你撑不住，看来学校那些老师都瞎了眼，就你这韧劲儿，进3大都绰绰有余。你抹了把嘴，把憋了好几天的问题抛了出来。强叔，大家老说巡防队、调查队，那3大里的第3个组织到底叫啥？强叔直接摊手，一脸理所当然，不知道。明珠城打以前起就这么叫，大家都知道有第3个组织，但他叫什么，在哪干什么的，没人知道。你愣住了，好家伙，全城人都在玩神秘消失。你原以为是原主没见识，结果是大家都没见过。行了，管他叫啥，估计就是那种搞暗杀的秘密部门。强叔一拍模具，歇够了没？歇够了就看看你第1件作品。你站起身，手心里全是汗。强叔示意你亲自动手，你握住开关猛地一拉，突然模具里透出一抹诡异的银色。你眉头一皱，看向强叔，果然失败了。强叔撇撇嘴，把
把那把刀提了起来，刀身上全是乱七八糟的银丝，跟明珠刀那种漂亮的红色纹路比起来，简直丑得像个残次品。他走到石刀台，换了块新石头，举刀就砍，刀光闪过，石头屁事没有，刀去，嘎嘣一声断成2截，刀尖飞出去，死死吸在了旁边的大磁铁上。收拾一下，强叔把断刀扔给你，语气听不出喜怒。你盯着断口总结，火炉太烫，把你烤得像只烧猪，导致你后半程力气根本没跟上，和面喝得一塌糊涂。紧接着，强叔坐下来，给你细细拆解刚才每一个动作的失误，你听得直点头，这比学校里那些假大空的理论课强1万倍。你突然想到个扎心的问题，强叔，刚才那一炉我亏了多少钱？强叔叹了口气，差不多6万吧。你心头咯噔一下，脸瞬间白了，6万，把你卖了都够赔的，哈哈哈哈！看把你吓的。强叔突然大笑，拍着大腿，逗你玩呢，回头废料多了教你回收。你要是真能一炉成型，大山都要管你叫师兄了。还没等他笑完，刘爷爷的烟杆已经精准的敲在了他脑门上。强叔哎呦一声，疼得直缩脖子，臭屁强，这小子天赋比大山还强，你哪儿拐来的？刘爷爷眼神清明了一瞬，随即又陷入茫然。大山呢？大山去哪了？强叔叹了口气，拍拍你的肩膀，语气沉重，照顾好刘叔，我有事先走了。你点头应下。强叔这人虽然嘴碎，但临走前又啰嗦了你10多分钟才舍得出门。店里只剩下炉火燃烧的声音。你倒了杯水，走到刘爷爷身边，刘爷爷喝点水。老头没理你，低头抽烟。片刻后，刘爷爷突然抬头，眼神锐利的像把出鞘的尖刀。行了，杯子放下，那家伙走远了。你吓了一跳，我没病。刘爷爷冷哼一声，语气平静，大山出事了，我心里有数。强子想去查，我怕他也搭进去，只能装傻拖住他。只要这家伙心里有挂碍，他就像只乌龟，不敢轻易去送命。你心里一震，好一个装疯卖傻，这就是老江湖的手段吗？刘爷爷，您不怕我告诉强叔，你会吗？老头反问你，眼里带着笑。你无奈的摇头，不会，这不就结了？老头吐出一口烟圈，强子教的太次，接下来几天我教你真正的刘氏和面术，刘家的手艺不能在我这带断了。次日凌晨4点，你准时睁眼。刘爷爷比你更早，已经在3楼工作室等着你了。过来和面。老头扔给你一盆真正的面粉，里面掺了几百颗大小不一的铁珠，戴上眼罩，把珠子全揉出来。什么时候你能光靠手感分清面疙瘩和铁珠子，什么时候你就算入门了。你二话不说，蒙上眼就开干。面粉很紧实，混杂着铁珠子，揉起来极其硌手。你沉下心，把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指尖。一上午你就跟面团死磕。下午，老头开始给你灌输各种材料知识，赤炼蛇灵，高温会放热，还能自我修复。对付他，得先破他的7寸。这些经验全是拿命换来的干货，你学得飞快，甚至比前世高考还拼命。一转眼到了22号深夜，明天就是约定的23号。你打算先去越南公园踩踩点，你戴上暗杀戒指，像个隐形人一样翻出窗户。门口那个监视你的天长湖正盯着招牌发呆，完全没发现你已经从他眼皮子底下溜了。10分钟后，你摸到了公园，这地方树影婆娑，原本空旷的公园现在竟然透着一股阴森的寒意。突然，你感觉到背后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你，你猛地转身，手已经按在了美人类的刀柄上。草丛里，一只成年猫大小、全身覆盖着硬毛的老鼠缓缓钻了出来。鉴定成功，异化兽，装甲毒尾鼠，等级5，天赋剧毒之尾，硬化皮毛。你心头一沉，2级打5级，这老鼠的尾巴还有剧毒，只要被扎一下，你就彻底交代在这儿了。干了，你没退缩。如果这东西明天伤到孤儿院的孩子怎么办？身怀利器，杀心自起，你脚下猛地发力，像头猎豹一样冲了过去。那老鼠极其狡猾，见你刺向他眼睛，直接缩成一团。他借着惯性疯狂旋转卸力，你的匕首划在他背毛上，竟然发出了金属摩擦的声音，一击不中，你瞬间后退。那畜生猛地弹开，带着剧毒的尾巴像钢鞭一样对着你的膝盖连环猛刺，你不断踮脚后退，冷汗顺着额头流了下来，这比在学校操场跑步累上1万倍。你突然停步，改变握刀姿势，双腿扎下重重的马步，明拳追鼠式。你再次加速，老鼠的尾巴像 S 型毒蛇一样缠向你的手腕。就是现在，你怒吼一声，重心猛地下压，这一招骗过了他的防守。你左手闪电般挥出一拳，正中老鼠的脑门，这股怪力打得他眼前一黑，紧接着美人类化作一道雪白的光，顺着他的眼眶捅了进去，匕首贯穿要害。老鼠临死前还想用尾巴扎你，你侧身飞退，看着他的残骸在地上抽搐2下，彻底不动了。呼，你喘着粗气，看着满地的金色液体，幸好现在是晚上。你的夜行者速度加成救了你的命。几分钟后，你刚离开，2个女人出现在了残骸旁，一个穿着浅绿色军装，一个戴着寒冰面具。思思姐，你觉得这家伙是人还是狐狸？军装女拎起老鼠残骸，戴面具的白衣女子看着你离去的方向，声音清冷，希望他是人，如果不确定，直接击毙就好。但他刚才没吃掉这只老鼠。军装女叹了口气，或许他真的是个人类。走吧，这里不宜久留。白衣女子说完，2人便收拾了老鼠的残骸，迅速消失在夜色中。第2天，天还没亮，你决定再试一次和面锻造术，刻下1颗契约宝石。你把材料扔进火炉，这一次你有了心理准备，死死顶住那股灼人的热浪，咬牙开始搓揉。突然，你胃里一阵剧痛，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。谁知道这一吸，炉子里的火焰竟然像一条火蛇，被你嗖的一下吸进了鼻子里，一股暖流顺着喉咙灌进胃里。你瞬间感觉精神一振，手上的动作都顺畅了不少。新天赋，你心头一跳，但手上的活没停。一旁的刘爷爷瞥了你一眼，没说话。片刻之后，老头突然开口：炉火温度太低，添柴。你这才反应过来，赶紧空出一只手往里添柴。一番手忙脚乱之后，你总算把材料塞进了模具。你一屁股坐在地上，立刻查看自己的属性面板。天赋失火者，可通过吞噬火焰恢复体力，并将多余火焰转化为火元素能量储存在体内。此能力将会逐渐提升使用者的高温抗性。你第一时间注意到自己的潜力从4星掉到了3星。备注里的这句话让你瞬间明白了，潜力就是你身体里还没来得及开发的宝藏，而你可以通过契约宝石无限的开采。这条路没有尽头，但是现在的你还是个初级觉醒者，随便来个中级的都能把你按在地上摩擦。毫无意外，第2次锻造又失败了。你索性坐在火炉旁，像吃自助餐一样，不停地把火焰吸进肚子里。火一弱，你就添柴，然后再吸。半小时后，你感觉自己吃饱了。
了，一股暖洋洋的能量在你体内随着身体流动，你心念一动，那股能量就像听话的小狗，瞬间集中到你的拳头上，这感觉太爽了，这才是你真正意义上第一个可以主动操控的超能力。傍晚你已经能让一小撮火焰在指尖缠绕跳跃了，这能力除了酷炫，还能抵抗寒冷，这让你对接下来的会面多了几分底气。吃完饭，你又加了一顿餐，确定刘爷爷睡下后，便戴上戒指，潜入了夜色。公园里一片死寂，你找了个角落猫起来，一边等待，一边继续熟悉体内的火元素。突然，你脚下出现一个黑色的圆圈，你还没来得及反应，整个人就掉了进去。失重感传来，你四周一片漆黑，你拼命想挣扎，甚至把鞋底都烧穿了，却依然无法阻止下坠。30秒后，你扑通一声落地，全身被一种黑色的粘稠液体死死裹住，只露出一个脑袋。你有5分钟证明自己是人类。冰冷的声音传来，你抬头一看，正是那个戴着冰面具的白衣女人，她手里的冰剑已经架在了你的脖子上，证明自己是人类。你脑子飞速运转，难道你们没办法找出城里隐藏的怪物？女人没说话，但她的沉默已经告诉了你答案。他们知道有怪物，但不知道怪物是谁，有多少。在他们眼里，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披着伪装的恶魔。可恶，这要怎么证明？我又不是孙悟空，还能变个真身出来？给点提示。你试探着问，女人依然一言不发。你没辙了，只能对着她疯狂使用鉴定术。鉴定失败，鉴定失败，鉴定失败加20，你都快怀疑自己能力是不是坏了。终于在2分钟后，信息浮现，鉴定成功，姓名刘思善，种族人类，等阶高级觉醒者，等级21，好强。你倒吸一口凉气，一个高级觉醒者，潜力竟然还有5颗星。但现在没时间惊叹了，你飞快的在原主的记忆里搜索刘思善这个名字，没有，还有1分钟。刘思善的声音像催命符，你急了，把原主小时候认识的女孩名字全报了一遍。你是刘思思、刘小小、刘萍萍，这不能证明你是人类。刘思善冷冷的打断你，也对，这些资料天长湖只要想查，也不是查不到。你盯着他，脑子里灵光一闪，决定赌一把。刘思思、刘思善，只差一个字。你死死盯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句的说道：思思，你还记得吗？小时候你掉进河里，是我把你拉上来的。为了这事，我还被院长罚站了3天。你送我的那块石头，我都还留着，但是他没有反应。你脑子飞速转动，搜肠刮肚的回忆着关于那个叫刘思思的女孩的一切。突然，你想起一件只有你们2个人知道的蠢事。你抬起头，虽然觉得有点丢脸，但还是豁出去了。第一式，哈；第2式，哈哈；第3式，哈哈哈。天崩地裂，丝丝无敌拳。瞬间，空气凝固了，那副冰冷的面具下，一双眼睛掀起了滔天巨浪。他轻轻一挥手，架在你脖子上的冰剑化作一滩清水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你真是思思姐？你试探着问。他没摘面具，但声音明显柔和了许多。第2个问题，你的能力是无用宝石，为什么这段时间你的行为如此反常？我吸收了宝石的能量。你半真半假的回答。他明显一愣，自己吸收了？对，吸收之后我脑子就清醒了，然后我发现学校里藏着2只怪物。2只？刘思思的语气变得严肃起来。你是说你能准确分辨出城里所有的怪物？你反将一军，你们难道还不知道城里的怪物到底是什么？他沉默了。你立刻明白了，他们就是一群睁眼瞎。你决定再加一把火。城里潜藏的怪物全是天长湖，他们的能力是认知扭曲和常理颠覆。学校里有2只，以学校为中心，每条街上都超过30只。巡防队已经全军覆没，一个活人都没有。你清晰地感觉到面具下的那张脸，表情瞬间变得无比凝重。我记下了一部分天长湖的身份，你们可以去核实。你看着他，抛出了最后的筹码。乐业街万上早餐店，老板娘是狐狸；久安家具，老板是狐狸；龙珠街龙枪长兵器房，3个铁匠全是狐狸。你们去查，查完我们再谈。你顿了顿，又补了一刀。还有，你们组织里最好也查查有没有内鬼。刘思思沉默了片刻，终于下定决心：你在这里别动，我很快回来。你看我像是能动的样子吗？你耸耸肩。与此同时，一间密室里，一个满头银发的老者对着一枚发光的徽章，听完了刘思思的汇报。天长湖，他环视四周，谁听说过？一个中年男人立刻回答：石心幻湖和纪微湖的后代，很有可能。一个肌肉虬结的壮汉站起身，浑身散发着暴力的气息。队长，我去验证。老者沉吟片刻，一拍桌子：好，金波，你带队去。如果情报是真的，把他们的残骸给我带回来。是。乐业街万上早餐店2楼卧室，一只2米高的狐狸正在熟睡。突然，他猛地睁开眼睛，但已经晚了。一只铁拳凭空出现，没有任何征兆，直接击中了他的能量核心。没有声音，没有能量残毁。旁边的胖子甚至连呼噜都没停一下。金波提起狐狸的残骸，冷冷地吐出一个字：走。几乎在同一时间，学校宿舍里，洛诗雨猛地睁开眼，瞬间出现在100米高空。月久陨落了，他声音冰冷，紧接着他又感觉到了另一股消散的气息，又陨落了一个。吼！一声愤怒到极致的咆哮，化作恐怖的气浪席卷了半个明珠城。无数潜伏在黑暗中的天长湖被惊醒，一张张拟态的伪装在风中飘荡。但此刻，金波的小队已经带着2具残骸消失在了城外。当他们离开明珠城的一瞬间，那2具人的躯体突然扭曲变形，变成了2只巨大的狐狸。干得漂亮！金波看着狐狸的残骸，露出了一个狰狞的笑容，总算知道敌人长什么样了。暗室里，刘思思手里的徽章亮了起来。思思，队长的声音传来：从现在开始，你和曼妮负责暗中保护张平，他的可信度你自己判断，我会配合你，尽可能确定每一只天长湖的身份。刘思思回到你面前，解除了你身上的束缚，验证了。你活动着手脚问：他点头。但我们不能完全排除这是个局，所以你暂时只能作为眼线。你无所谓的笑了笑，只要能解决这些怪物，当个眼线又何妨？我有个问题。你直视着他的眼睛，为什么城里那些高级觉醒者看不穿这些低级怪物的伪装？因为刘思思深吸一口气，说出了一个让你头皮发麻的答案：明珠城里很可能潜藏着一只王者级别的异化兽。你眼睛瞬间瞪大，王者？开什么玩笑？我们这边有王者吗？没有。你感一股寒气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，那你们拿什么跟他斗？刘思思沉默了，下一秒，一股力量将你向上拉扯，你回到了地面，你回到铁之魂，躺在床上，脑子里只有一个词：王者。火力不足啊！你心里第一次涌起了一股强烈的无力感。既然没有王者，那就只能靠数量去堆。第2天，你继续跟着刘铁峰学习，城外还有很多村落，老头吐着烟圈，
慢悠悠地说：“那些村子里的人，我们都叫他们野人，他们拜怪物当神，抓活人当祭品。在野外，有时候最危险的不是怪物，是他们。”你心里一凛，这只食尸犬的爪子，老头把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扔给你，有克土属性，磨成粉，混进火油里，就能造出专门克制土系能力的武器。你掂量着手里的狗爪，一股腐朽的气味扑面而来。刘爷爷，这食尸犬和普通狗有啥区别？黑毛、红眼、一口人牙。刘铁峰吐着烟圈，简洁明了。你脑子里立刻浮现出一张狗带假牙的沙雕图，差点笑出声。一整个上午，你都在刘铁峰的指导下学习。吃过午饭，你坐在火炉边，双手燃起火焰，开始练习新开发出来的招式：火焰掌、火焰刀。你玩得不亦乐乎，就跟得到新玩具的孩子一样。这时，一个怯生生的声音在你背后响起：“请问这把刀多少钱？”你回头看见一个长相清秀，甚至有点娘的男生正指着一把刀。你起身走过去，看了一眼，这把不卖，是样品了，那些都太贵了。男生有些不好意思：“抱歉，我只是个学徒，做不了主。”你摊摊手，那男生失望的走了。你看着他的背影，总觉得有点眼熟，但又想不起来在哪见过。武馆，你突然想到，白天那个男生好像提过，他是在家里的武馆学习，能开武馆的应该都是强者吧？你心里盘算着，决定晚上出去探探路。深夜，你刚翻出窗户，就看到刘思思的身影在巷子里一闪而过，你立刻跟了上去。下一秒，脚下一空，你们两人已经出现在了那间熟悉的暗室里。有个问题，刘思思开门见山，天长湖攻击时，在别人眼里，那行为会被自动合理化。如果他攻击你，我需要一个暗号，不然我可能什么都看不出来。你眉头一皱，这确实是个大麻烦。上次若施与行凶，在别人眼里就跟请客吃饭一样，暗号不一定有用。你沉思片刻，多准备几个后手，我喊风景扯呼，或者扔硬币，或者用左手食指摸右手的戒指，都代表我被袭击了。刘思思点点头，又拿出一枚木戒指，这个防火吗？你直接打断他，他摇摇头，那没用。你苦笑着摊开手，一团火焰在你掌心升腾。刘思思明显愣了一下，你的能力不是无用宝石，这是他的能力之一。你没多解释，只是把火灭了，好吧？他也没追问，而是换了块玉牌递给你，这叫冷玉，我手上的是暖玉，一旦你的冷玉被火焰加热，我这块就会发烫，到时候我就知道你出事了。确定好方案后，你离开了暗室，开始在城里夜游。半小时后，你找到了一家名叫兽王拳馆的武馆，这地方灯火通明，不少冒险者进进出出。你刚走进去，一个穿着武道服的小姐姐就笑着迎了上来：“同学，有什么可以帮到你吗？”你接过传单扫了一眼，价格贵得离谱，兽王拳奥义9999冥珠币。你咂咂嘴，知道这地方跟你这种穷人没啥缘分，但是在你花了1万块从刘思思那申请来的活动经费后，你总算踏进了武馆的内室。房间里已经有不少学徒，年纪大多在25到30岁之间，你显得格格不入。直到一个和你年纪相仿的少年走了进来：“你好，我叫王杰明。”少年主动凑过来打招呼，你点点头。张平。这时教官来了，一个40多岁、浑身肌肉虬结的壮汉，长着一双狼一样的眼睛。你直接一个鉴定术扔了过去，姓名白德，等阶高级觉醒者，等级25，又是一个大佬。白德没有废话，直接开始教学。兽王拳前3式，元王式、巨鳄式、凤爪式。今天先学元王式，你跟着他的动作开始练习，很快就掌握了要领。然而你身边的王杰明却笨手笨脚，同一个动作，教官纠正了10几遍，他还是错。脚，你的脚是不是跟下半身分家了？白德叫得满头大汗，最后彻底无语了。他看了看你，又看了看王杰明，突然开口：“你跟他切磋一下。”你和王杰明站到场地中央，开始，你瞬间启动，一个虚晃就贴到了王杰明身边，像猴子一样绕着他的手臂，一拳轻轻印在了他的脸上。整个过程行云流水，快到周围的学徒都没看清，王杰明甚至连反应都来不及。停下吧！白德叹了口气，显然已经放弃了王杰明。王杰明却不肯走，哭丧着脸求情：“白教官，求求你，再让我学几天吧。”你有些好奇，这家伙明明没天赋，为什么非要硬学？你悄悄对他用了一个鉴定术，姓名王杰明，潜力7星，天赋勤能捕捉，学习能力下降90%，任何技能都可以通过坚持锻炼获得提升，每坚持1天，同类型锻炼成长速度提升10%，最高达到1000%。天哪！你心里暗骂了一句：7星潜力，勤能捕捉，这真不是废柴，这根本就是个隐藏的超级大挂逼。只要让他入门，坚持下去，成长速度会越来越恐怖。这家伙是个人才，你心里瞬间有了决断。虽然他学得满脸通红，大汗淋漓，可到下课连个元王式都没搓出来。反观你，在一旁蹭听都能感觉到这套拳法已经摸到了入门的点。紧接着，你们两人结伴回城，路上闲聊才知道，这家伙居然还是个被精英教育逼疯的2代。平哥，明天咱再练。王杰明憨厚的笑着，完全没意识到自己其实是个后期打碟。你翻窗回屋，刚落地就感觉屋里气氛不对，谁知道刘思善已经面无表情的坐在书桌前等着你了。思思姐，大半夜的吓人啊！你随手把窗户关死，友情暴露了。刘思思声音冰冷，透着一股焦虑，清除行动出事了，有人受了重伤。那天长湖有种能让人莫名信任的能力，你没提过。你心里咯噔一下，紧接着摇头否认，我只认给你的那些绝对没有额外技能，要么是他们对调了身份，要么有预言系的能力在搅局，我会去查，你最近小心点。刘思思说完，身形一晃，就像水滴融入大海，瞬间消失在空气中。你看着空荡荡的房间，忍不住吐槽了一句：这家伙每次来无影去无踪，倒是真省事。到了周六清晨，你打完一套名拳，又把新学的元王式顺了2遍。紧接着，你买完菜回到店里，准备开始1天的锻造练习。刘爷爷带你在材料室里转悠，指着一个罐子里深蓝色的手指头显摆：看见没？海洋人的手指。60年前那帮怪物想从长沙河登陆，老子那时候还是个新兵，跟着城主那帮大佬打了个痛快。海洋人也算野人。你好奇地盯着那根发青的指头，海里异变出来的混合体，信奉海神，视陆地人如死敌。刘爷爷哼了一声，随后又掏出一根红的像血的羽毛，
火鸟羽毛这玩意儿才是宝贝，飞行时能烧出火焰，做成暗器简直无解。可惜市面上5万明珠币一根，还没货。你盯着那羽毛，心里直痒痒。这要是能搞一把火鸟羽毛做的刀，配合你的失火者天赋，那不就是无限续航的打火机？到了下午打烊时间，刘爷爷上楼歇着了，你正准备收工，谁知道大门被猛地推开，裘强背着大包小包，骂骂咧咧的闯了进来，那一身混合着泥土和能量波动的味道，隔着3米都能闻到。他一屁股坐在柜台前，嘴里正吐着充满火气的脏话，听得出他在荒野被折腾得够呛。强叔，怎么弄成这样？你赶紧上前！裘强掀开袖子，胳膊上几道狰狞的狼爪印还没结痂，他恨恨地往地上啐了一口。可恶，北边山林里全是异化狼群，我断后差点被那帮恶兽解决了，紧接着又撞上一群野人，二话不说就放风刃，我那把保命的遁地铲都折了。他一边说着，一边从怀里摸出一块闪烁着翠绿色光芒的晶体，啪的拍在桌上。风之宝石，你眼睛都看直了，这玩意儿是我从一个野人武器上抠下来的，也算报了仇。裘强得意地把风之宝石递给你，来，上手摸摸。城里赝品一大堆，见过真的，以后才不会被打眼。你小心翼翼地接过那块宝石，就在宝石触碰到你掌心的瞬间，你耳朵里的一声轻响，紧接着无数嘈杂的声音像潮水一样涌了进来。月12陨落了，该死的人类，今天我要多解决2个。小妹妹真可爱，来数数这里，糖加3勺，盐少许。你赶紧给自己来了个鉴定，天赋风雨者，风会为你带来各种各样的消息，无论你想知道还是不想知道。真是，你心里又惊又喜，这真是又觉醒了新天赋，还是个没法关的被动技能。你强忍着脑子里各种乱七八糟的声音，假装淡定地把宝石还给裘强，心里却掀起了惊涛骇浪。中午，铁之魂动作错了，重来。你一边练习控火，一边指导着已经入门元王室的王杰明。突然，你脑子里响起一个沙哑的声音，而且还是双声道立体环绕。月6，你看那2个小子，看上去味道不错，中午我们就吃这个。你猛地回头，2只天长狐正像挑拣货物一样站在门口打量着你和王杰明。你心里一沉，立刻握紧了口袋里的冷玉，掌心瞬间燃起火焰。几乎在同一时间，你们脚下的地面突然变成一个黑洞，4个人齐刷刷地掉了下去，暗示2只天长狐反应极快，落地就扑了过来。你拉着王杰明暴退，同时大吼一声：“小心，是怪物！”火焰从你双掌喷涌而出，却被其中一只天长狐轻易撕开。那只3米多高的怪物利爪直取你的要害，你一个狼狈的驴打滚躲开，对着空无一人的角落大喊：“思思姐，再不出来我就交代在这了。”但刘思善没有出现，你和王杰明的实力跟这2只怪物差了整整一个大段位，完全是被吊打的局面。你上蹿下跳，连滚带爬，拼尽全力也只是拖延时间。30秒后，你被逼到了死角。那只天长狐狞笑着举起爪子，你甚至已经闻到了危险的气息。就在这时，一道蓝色的水流如毒蛇般射来，瞬间划过了天长狐的脖子，巨大的狐狸头颅冲天而起，金色的液体像喷泉一样洒满了整个暗室。你顺着水流看去，刘思善正站在角落里，周身水汽环绕，宛如天神下凡。他甚至没给你喘息的机会，反手又是一道水流，将另一只天长狐也轻松解决。你们先回去，有什么话晚上再说。话音未落，你和王杰明就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弹回了铁之魂。你靠在火炉边，大口吞食着火焰，恢复体力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我还是太弱了。你咬着牙，榨干最后一丝精神力，凝聚出一颗契约宝石，一口吞下，然后靠着火炉沉沉睡去。与此同时，城主府一只没有贴面皮的金色巨狐天长狐的首领越王正坐在主位上。这一周陨落了9个，他的声音低沉而愤怒：王，干脆解决所有人类，那你吃草吗？底下乱成一团。停下！越王一发话，所有天长狐瞬间噤声。他看向身边的越王子：我儿，你有什么看法？把躲起来的老鼠引出来，一个个解决掉。越王子那个顶着落石鱼脸的家伙声音冰冷：好。越王缓缓闭上眼睛，我准备冬眠假寐，收缩气息，接下来就看你的了。是。越王子眼中闪过一丝兴奋的光芒，他高大的身影挡住了越王，对着所有天长狐发号施令：从现在开始由我指挥。所有天长狐齐声应道：遵命。夜晚的暗室内，张平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王杰明一见到你就迫不及待地问：你把天长狐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？听完后，王杰明的脸瞬间变得惨白：我怀疑我妈被吞噬了。他声音颤抖：他最近老是教我以前会的东西，也不做饭。你心里一惊，立刻按住他的肩膀：先别自己吓自己，回头我去你家确认一下。王杰明抬起头，眼睛通红：张平，如果我妈真被吞噬了，我该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当然是为你妈报仇，解决了那该死的恶兽。刘思善冷不丁出现在暗室里，并说了这句话，你和王杰明都被吓了一跳。思思姐，吓死人不偿命啊！你拍着胸口：废话少说，城外异化兽要暴动了。刘思善语气冰冷：巡防队被天长狐解决了，城防就是个摆设，接下来我没时间保你。你立刻接话：我知道天长狐的老大冬眠了，收敛了气息，所以外面的家伙们都想进来分一杯羹。天长狐开会的内容你早就通过。风雨者听了个干净，这帮家伙，你暗骂一句：你居然知道。刘思善有些诧异地看了你一眼，随即眉头紧锁：他们还打算干什么？那个王子想趁乱观察，谁敢出头抗击异化兽，他就重点清理谁。你直截了当地揭穿了对方的底牌，他们这是要把明珠城的强者一网打尽。刘思善冷笑一声：想玩阳谋，那就看谁先没命。下一秒，你和王杰明感到一阵天旋地转，转眼就回到了铁之魂。王杰明脸色惨白，抓着你的胳膊问：张平，今晚我能在这睡吗？我怕回家面对的不是我妈。你叹了口气：客房在那，自己滚去睡。深夜，扫除队会议室，天长狐想把谁搅浑，我们就给他们加点料。司徒世白，那个活了200岁的怪物，笑眯眯地发话了：开启幻光天幕，狐狸不是爱看吗？那就让他们看个够。陈明，那个半桶水的预言家，推了推眼镜：激进一点，能解决多少解决多少。虽然未来看不清，但我的直觉告诉我，这波能成。第二天清晨，明珠城看似风平浪静，实则暗流涌动。街道上，3只大摇大摆的天长狐月1月2月3，正像挑牲口一样盯着路人。他们实力强横，仅次于那个月王子。月1，我总觉得这天色有点假。月3嘟囔了一句：疑神疑鬼个毛线，赶紧找吃的。月2嘲笑道：殊不知他们已经被幻光天幕给圈死在了一个死胡同里，在他们眼里，这里是闹市区。
区，但在金波等扫除队战斗员眼里，他们就是笼中鸟。动手！金波发出一声暴喝，全身瞬间爆发出金色的闪电纹路，头发倒数，整个人就像一尊战神，超级赛亚人啊！你站在远处的瞭望塔上，看着金波一拳轰出，把那个3米多高的月翼直接砸进了混凝土墙里，墙面瞬间塌陷。紧接着，丁晨的双眼射出幽蓝色的切割光线，月儿的一条胳膊像切豆腐一样齐根断开，惨叫声震天响。鹿晗的灵能飞剑更是神出鬼没，眨眼间就在月3胸口开了个大洞，太强了！你忍不住喃喃自语。金波没给他们任何喘息的机会，对着那3只被幻术搞得晕头转向的狐狸就是一顿疯狂输出，拳头重得像陨石，把那几个家伙打得连亲妈都不认识。最后一记重拳，月1的要害像西瓜一样炸开。撤！金波看都不看一眼残骸，瞬间消失在迷雾中。突然间，一道恐怖的气息降临在广场上。是月王子，你下意识的想发动鉴定术，可心脏猛地缩了一下，那种危险的预感让你全身冷汗直流。你的直觉在尖叫，只要你敢鉴定，它的尾巴下一秒就能把你的头扇飞。可恶，差距太大，根本没法看。你咬着牙，死死拽住刘思善的衣角。月王子落在广场上，看着3具残缺不全的残骸，喉咙里发出野兽般的嘶吼。他撕开额头的面皮，露出狰狞的本体，恐怖的威压让千米之外的你都感到呼吸困难。思思姐，我们得走，这家伙能发现我。你急促地说道。刘思善冷哼一声，抓起你的衣领就往城外掠去。现在知道怕了，你太弱了。接下来5天，我会把你练得连你自己都不认识。要是撑不住陨落在外面，也别怪我手狠。等等，铁之魂的工作，王杰明帮你请假了。现在闭嘴！城外乱石滩，这里乱石嶙峋，透着一股肃杀的气息。你还没站稳。刘思善身侧的一道水流就像鞭子一样抽了过来，把旁边的鹅卵石切成了2半。思思姐，你来真的！你拔出美人类匕首，满脸戒备，这就是特训。如果你不能在5天内突破，遇到月王子就是没命。刘思善周身4颗水球飞速旋转，眼神里没有半点温情，全力攻过来，否则我会解决你！可恶，拼了！你大骂一声，脚踏原步，身形如同一只灵巧的猿猴，在乱石间疯狂跳跃，手中匕首闪过一道寒光，直取刘思善的咽喉。然而你的动作在刘思善眼里慢得像蜗牛，你还没靠近，一只由高压水流构成的巨大巴掌就迎面抽来，砰！你趴在地上，感觉骨头都快散架了。哎呦，你疼得龇牙咧嘴，倒吸一口凉气。可刘思善压根没给你喘息的机会，一连串水弹再次扫射而来，你只能狼狈的翻滚躲闪。你就这点手段？刘思善停下攻击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你，你喘着粗气，没好气的回了一句：思思姐，我才3级，你还指望我能上天？你还没被逼到绝境。刘思善嘴角一勾，下一刻，数十条水流鞭凭空出现，铺天盖地的向你抽来，啪！一鞭子抽在你背上，你疼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可恶！你在心里爆了一句粗口，这女人是真下死手啊！你再也不敢留手。火焰从双掌喷涌而出，形成一道火墙，勉强挡住了水鞭的攻击。然而那些鞭子就像章鱼的触手，从各种刁钻的角度袭来，你手舞足蹈，上蹿下跳，却还是被抽得浑身火辣辣的疼。在生死边缘的压迫下，你逐渐进入了一种奇妙的状态，多余的杂念被摒弃，你开始能清晰地感受到风的律动，每一次都能预判到水鞭的攻击，用火焰精准的格挡。1分钟后，你体内的火元素能量耗尽，整个人虚脱般倒在地上。我不行了，你解决我吧！你闭上眼，摆出一副任人宰割的样子。水鞭并没有落下，而是收回刘思善身边，变回了水球。你很强。刘思善走到你跟前，在同级里没人是你的对手。我花了1年才到中级，你可能更快。2个小时后，盐山地营地，你坐在熊熊燃烧的篝火旁，疯狂吸收火焰，恢复体力。思思姐，500个俯卧撑太小瞧我了，先来5000个热身。你发现自己能一边熄火一边锻炼，体力几乎无限。于是你就像个疯子一样，做完5000个俯卧撑，又绕着篝火开始蛙跳，直到天黑。夜晚，盐酸草地，他就是你的对手。刘思善指着不远处一只正在啃草的兔子，对你说道：“你二话不说，先丢了个鉴定，异化兽食水子弹兔，等级9，天赋食水子弹，能从耳朵射出具有强烈腐蚀性的食水。”你盯着那只兔子，心里盘算着怎么下手。这周围全是锋利带毒的盐酸草，根本没法靠近。突然，你灵光一闪，放出一点火焰，发现盐酸草遇火就软。原来如此，你瞬间明白过来，脱掉上衣和鞋子，赤着脚，浑身冒着火光冲了过去。那些盐酸草在你脚下瞬间软化，根本伤不到你。那兔子反应也快，耳朵一甩，无数黑色的食水子弹像散弹枪一样射向你。你用火焰蒸发了大部分子弹，手里的匕首却被打出了无数个小孔。可恶，你顾不上心疼，一匕首刺向兔子，谁知道那兔子蜷成一团，毛发里竟然喷出大量的盐酸草液。你的匕首瞬间被腐蚀的只剩下一个握把。你骂了一声，扔掉握把，双拳燃起火焰，直接锤了过去。可那兔子一蹬腿，瞬间就没影了。思思姐，他跑了。你无奈地摊摊手，跑了，那就追。刘思善的语气不容置疑。半小时后，盐霜树谷山谷中心，一棵70米高的白色巨树拔地而起，树上挂着20多枚晶莹的果实。山谷里密密麻麻的异化兽正在疯狂厮杀，金光汇聚成河。思思姐，你当初真抢到了果实。你看着这如同炼狱般的场景，咽了口唾沫。我说我抢过，没说抢到。你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发现了那只逃跑的兔子。可紧接着，那只兔子身后冒出了密密麻麻的同类，这不是一只，这是一窝。思思姐，你早就知道。你难以置信地看着他们每年都会用这种自杀式冲锋来减少族群数量。刘思善淡淡的说道。就在这时，你脑子里的风雨者传来一声暴喝，动手！下一秒，隐藏在暗处的异化兽和觉醒者们如同潮水般涌向了盐霜树，有的踩着彩虹阶梯直冲树冠，有的甩出飞斧搭起绳桥，一群白色巨猿更是如推土机般碾出一条通道。与此同时，一条20米长的白色巨蛇破土而出，张开巨口疯狂吞噬。密密麻麻的食水子弹兔也发起了自杀式冲锋，整个山谷瞬间变成了一个能量磨坊。动手！刘思善话音未落，脚下凝结出一条冰路，整个人如流星般坠入战场。你紧随其后，从高处一跃而下，攀着岩石，直奔那只最大的兔子手里。异化兽食水子弹兔手里，等阶终极异化兽，等级10。你心里咯噔一下，竟然有种打不过一只兔子的荒诞感。但来都来了，怂了也太丢人。你抱起一块满是盐霜的石头，狠狠
砸了过去。下一刻，那只兔子首领原地暴起，一脚踢在你抱着的石头上，轰！石头炸裂，你整个人被一股巨力轰飞出去，双臂瞬间麻木，胸口发闷，咳出了一口金色能量块。内伤，你顾不上疼，一个翻滚躲开射来的石水，手脚并用的爬到一块岩石后，大口喘着粗气。狮子搏兔一用全力，你居然轻视一只兔子，这个教训太深刻了。你探头望去，刘思善已经在重围中杀出一条必经之路。突然，一声凤鸣划破长空，一只燃烧着火焰的小鸟直奔岩霜树。火鸟，你心跳瞬间加速，但紧接着，那条白色巨蛇喷出一口霜雾，火鸟哀鸣一声，从空中坠落，正好被一只白猿拍飞，滚落到战场边缘。你死死盯着那只火鸟的残骸，一个大胆的念头涌上心头，干了！你当机立断，佩戴着暗杀戒指，匍匐着向火鸟残骸摸去。战场的地热和能量残会扑面而来，你感觉自己就像在绞肉机边缘跳舞。咚！一颗硕大的猪头砸在你面前，你吓得一哆嗦，绕过去后又退了回来。你掰开猪嘴，一颗黑色的珠子滚了出来，你来不及鉴定，揣进兜里继续前进。突然，一道雷霆扫过，火鸟的残骸瞬间只剩下一半。你一个箭步冲过去，捡起半只烧焦的火鸟，扭头就跑。回到岩石后，你累得像条没力气的狗。你拿出那颗黑珠子，开始鉴定。鉴定成功，冥物宝珠，冥物黑山羊陨落后，其能量核心形成，吸收后有1%概率获得操纵冥物之能力。你看着鉴定结果，陷入了沉默。吸收还是不吸收，这真是个哲学问题。你眼前浮现出苏静瑶那张拟态的伪装，浮现出月王子那张令人不适的笑脸，浮现出自己在天长湖找下的绝望。弱小弟我有资格挑3拣4吗？你自嘲一笑，仰头将那颗珠子吸收了。下一秒，剧痛从腹部传来，你蜷缩成一团，感觉有什么东西从胃里窜进了大脑。紧接着，你全身的毛孔都开始溢出黑色的薄雾。5分钟后，疼痛消退，你瘫在地上，对自己用了一次鉴定，等级9，潜力5星，寿命99，新天赋异食者，吸收特殊物品时将有10%概率获得相对应的特殊体质。新天赋冥物之体，可通过吸收生物的恐惧转化为可操纵的冥物。值了，你差点笑出声。等级连升6级，寿命增加10年，还多了2个牛逼到爆的天赋，特别是这个冥物居然能越级伤敌，爽！你笑着笑着，眼泪却流了下来。变强的感觉真好。你用火焰恢复了体力，看向不远处的兔子首领，该算账了。你手指一弹，一团冥物瞬间射出，那兔子首领反应极快，一脚蹬向冥物，但下一秒，冥物直接从他的腿贯穿到要害，一击毙命。你提着40斤重的兔子回到岩石后，用冥物化作小刀，剥皮去内脏，架在火上烤了起来，撒上从地上刮来的盐，一股奇异的肉香瞬间飘散开。你撕下一条兔腿，咬了一口，外焦里嫩，汁水四溢，这味道绝了。然而你算漏了一点，战场边缘，3只黑皮红眼长着人类牙齿的食尸犬闻到了肉香，发疯似的向你冲来。哦，你刚跳起来，一只食尸犬就从背后扑了过来，另一只从正面夹击，电光石火之间，你手中的冥物小刀化为飞刀，一个诡异的拐弯，直接射穿了背后那只食尸犬的要害。你借势后退，右手挥出一道火墙挡住正面的攻击，紧接着飞刀从火焰中穿出，又重创了一只的要害。食尸犬，你认出了这玩意儿，脸色一变。就在你跳起的瞬间，地面炸裂，第3只食尸犬破土而出，张开巨口就朝你的裤裆咬来，解决你。你又惊又怕，冥物飞刀再次出手，直接把它钉在地上。你摸了摸裤裆，冷汗都下来了。这要是被咬中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他们是你解决的，你正准备处理食尸犬的残骸。刘思善回来了，他一尘不染，手里还拿着一枚盐霜果。你刚想开口，一条冰冷的水流鞭已经悄无声息地贴在了你的脖子上。思思姐，你这是干嘛？你举起双手，一脸懵逼。刘思善没说话，走过来翻了翻你的眼皮，又绕到你背后检查了一番，才撤掉水鞭。你遇到冥物异化兽了？他一脸严肃地问。你察觉到不对劲，就把刚才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，反正也瞒不住。回城一鉴定，底裤都得被扒干净。听完你的讲述，刘思善沉默了，他转过身，深呼吸了好几次，突然他猛地转身，把你按在岩石上，怒吼道：张平，你是不是嫌命长？来历不明的东西都敢乱吃，你知不知道你差点就没命了？差点没命，你难以置信，鉴定术不是万能的。刘思善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，你吃的那玩意儿是个寄生虫，一旦被寄生，你就意识消散了。你说有什么坏处？你瞬间想起腹痛时那声幻听般的惨叫，原来是那鬼东西想夺舍。等等，你想到自己属性栏里异食者排在冥物之体前面，难道是异食者把那寄生虫给消化了？听好了，张平。刘思善的语气前所未有的凝重，世界上没有白吃的午餐，如果真那么容易获得超能力，明珠城早就遍地都是双能力觉醒者了。你这才后知后觉的出了一身冷汗。回到营地帐篷，你接过刘思善递来的水和盐霜果，咬了一口，脸瞬间皱成了苦瓜。天哪，这玩意儿能咸死人！你猛灌了几口水，老师没教过你，野外别乱喝别人的水。刘思善突然问道。下一秒，你瞪大了眼睛，感觉肚子里有东西在翻江倒海，你整个人竟然哗啦一下变成了一滩水。刘思善也惊呆了，他伸手沾了点液体，喃喃道：纯水。思思姐，你戳到我肚子了。水里传来你的声音。半小时后，你总算勉强恢复了人形。一个由纯水构成的人，你给自己来了个鉴定，潜力6星，新天赋纯水之体，身体可转化为纯水形态，在纯水形态时可吸收水分恢复体力以及伤势，又多了一个能力。你感觉今天就是你的幸运日，能变回来吗？刘思善的语气有些担忧。小意思。你意念一动，身体逐渐从水变回了原本的身躯，身上的伤也全好了。先把衣服穿上。刘思善把衣服扔给你，他转过身去，你有些窘迫的穿好衣服，发现旧衣服下面竟然多了一层灰尘。纯水之体还能排斥杂质，你心里一动。刘思善转过身，看着你那条还维持着纯水形态的手臂，没好气地说：继续吃，别浪费了。他承认他酸了。第2天，无人的山谷，来吧，测试一下你的新能力。刘思善二话不说，直接开打。一道水鞭扫来，你化为纯水，硬接了一记，水鞭融入你的身体。刘思善瞬间感觉失去了对那部分水的控制，果然克制我。他心里暗道，接下来冰锥沸水，各种攻击轮番上阵。你虽然惨叫连连，却毫发无伤。现在你攻击我。刘思善撑开一个水泡防御，这个我喜欢。你话音未落，一把冥物飞刀已经洞穿水泡，悬停在刘思善的眉心前。他瞳孔骤缩，冷汗都下来了。
如果刚才你有杀心，他已经陨落了。明悟为什么能越级？你收回飞刀，好奇地问。有学者猜测，他可能是王者异化兽的后代。王者，你脑海里浮现出月王子的身影，心头一沉。一整天的测试下来，你对新能力有了全面的了解。明悟能吸收10米内的恐惧，攻击消耗极大，但威力超强。纯水之体能免疫大部分物理攻击，但元素化需要1秒，而且在高温环境下体力消耗加倍。你甚至还开发出了一个新招式——面具形态。刘思善给你下了个定论：你现在的实力差不多有半个高级了，但你现在等级太低，体力和精神力都扛不住一场高强度战斗。说白了，就是续航太差，而且战斗经验约等于0。碰上认真的高级觉醒者，你除了跑路没别的选择。傍晚时分，你们返回营地，你先回去，我今晚要回城一趟。刘思善在门口停下，路上小心。你点点头。你走进营地，篝火旁聚着一堆运盐人，你凑过去，正好听到他们在聊城里的怪事。听说了吗？包子铺老板娘变成一张面皮了。我听说龙枪兵器坊也有人失踪了。你听着他们的议论，感觉到一丝丝恐惧正从他们身上飘来，被你悄悄吸收。于是你压低声音，故作神秘的插话：“这是我知道点内幕。”其实类似的案子还有好几起，都被上头压下去了。周围的运盐人倒吸一口凉气，恐怖的气氛瞬间拉满。你站在人群中，享受着恐惧转化成明悟的快感。深夜，你坐在篝火旁，看着腰间由明悟化作的腰带，心里冒出一个念头：如果我在这讲鬼故事，不知道能不能吸到恐惧。想到就干。你操控明悟附在脸上，瞬间变成了一张动态变化的骷髅面具。不远处一个企业的运盐人看到你，尖叫一声，直接吓晕了过去。你赶紧散掉面具跑过去，又是掐人中又是拍脸，好不容易把人弄醒，结果那哥们一睁眼看到你，又翻着白眼晕了过去。你把他拖到篝火旁，回到帐篷，用一滩水当镜子，也把自己吓了一跳。那张由明悟构成的脸，简直阴间的不行。篝火旁那哥们又醒了，他抬头正好看到帐篷里映出的骷髅脸，尖叫一声，第3次华丽的昏了过去。你默默放下帐篷，决定以后战斗时就用这招，绝对能把敌人吓尿。凌晨4点，刘思善回来了，他脸上带着疲惫和忧伤。出事了。他一边整理带回来的材料，一边沉声说：“月王子出来觅食，金波带人去试探，结果金波重伤，2个队友陨落了。你的训练到此为止，天亮我们就回城。”月王子用了什么能力？你心里一紧，只用了尾巴。刘思善的声音有些沙哑，他的尾巴能分叉，能伸缩，速度快，穿透力极强。你听完，后背一阵发凉。如果当初你对他用了鉴定术，现在已经是个失去生机的人了。你不是能吃东西获得体质吗？这些材料给你测试用。刘思善指了指床上一堆金属，你拿起一块黑色的铁块，问道：“如果我金属中毒了怎么办？”放心，带了解毒药剂。你心一横，嘴巴化为纯水，张开巨口，直接把铁块吞了下去。下一秒，你感觉5脏6腑都搅在了一起。思思姐，这真是啥？你疼得满地打滚。铁块啊！刘思善的语气带着一丝笑意。你赶紧用鉴定术一看，这真是涂了剧毒的铁块。为什么要涂毒？你怒道：“测试你的抗性，顺便看看能不能获得剧毒之体。”你感觉自己快被毒翻了，刚想骂人，刘思善提醒道：“为什么不变成纯水试试？”你一愣，身体瞬间化为纯水，中毒的感觉果然消失了。我替你问过队长了。刘思善看你恢复过来，认真的说：“他建议你专注1到2种能力，练到极致，你的能力会越来越多。但人的精力有限，你深以为然。”司徒失败，那个复制能力者，他的建议绝对有分量。于是你对自己下了狠心，把刘思善带回来的所有材料，不管带不带毒，一样一样的往肚子里塞。几个小时后，你瘫在床上，感觉自己快吃吐了，却一个新能力都没得到，看来不太靠谱。你变成一滩水，在床上扭来扭去，最后变回人形，对刘思善说：“思思姐，我决定了，暂时就专心练明悟和纯水之体。”与此同时，扫除队总部，司徒是白手指轻点，整个办公室瞬间化为黑白。队长，一个暗影陈明出现在他面前，调查队的去向查清楚了吗？司徒是白头也不抬地问。19队已离城，城内3队暂无异常，没有异常本身就是最大的异常。司徒是白冷笑一声，去查害队队长苏苏，看看他的伤到底有多重。他很清楚，天长湖能无声无息的入侵，绝对有内鬼接应。巡防队全军覆没，那么还活着的调查队就显得极其可疑。暗影陈明领命消失后，司徒石白看着地图，眼神深邃。他站起身，身体一分为2，一个继续处理公务，另一个则推开办公室的门。门外赫然是明珠城的街道。天一亮，你和刘思善就返回了明珠城。和刘思善告别后，你回到了铁之魂。怎么提早回来了？裘强笑着问。学得快。你笑着准备上楼，但你刚迈步，就发现裘强和刘铁峰都静止了。你猛地转身，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人正笑呵呵地站在门口，那眼神仿佛能把你彻底看穿。你是什么人？你放下行李，全身戒备。你不是有鉴定术吗？鉴定一下不就知道了。老人揶揄道。鉴定失败，鉴定失败66次，鉴定失败666次。你心里一沉，但其实已经猜到了对方的身份。扫除队队长司徒石白，别鉴定了，没用。司徒石白走进店里，直接上了2楼。你倒了杯茶，小心翼翼地问：“不知我该如何称呼您？”耍滑头。司徒石白一眼就看穿了你的试探。你通过风雨者，不是已经知道老夫的姓名了吗？你心里咯噔一下。紧接着，司徒石白又淡淡笑道：“在没有屏蔽读心能力前，最好别想太多。”你立刻命令自己大脑一片空白。自我之后，明珠城200多年没再出过无限级了。司徒石白放下茶杯，看着你，你说我能不来看看吗？他开门见山，我很好奇，我的能力到底能不能复制无限级？他伸出手，从一个黑洞里掏出一把夸张的镰刀和一个金色的手镯，放在桌上。恐惧战连能引发恐惧，汲取能量进化。黄金宝库450立方米的储物空间。他看着你，无论结果如何，这2样东西外加回答你所有疑问，都是你的谢礼。你看着桌上那2件神器，呼吸都急促了，特别是那把镰刀，简直就是为你量身定做的。你用鉴定术确认了属性，又看到了他们被铸造时那残忍的画面，你犹豫了，我同意，最终你还是答应了。司徒石白给的实在太多了，他伸手与你对掌，1秒之后微微叹了口气，结束了。你有些莫名其妙，结束了。司徒石白摇摇头，你的能力我无法复制，虽然失望，但他并不意外。接着他帮你绑定了
装备，然后开始解答你的疑问。司徒老先生，您那么厉害，为什么不出手解决月王子？这是你最想不通的问题。不是不出手，是不能。司徒石白走到窗边，沉声说：明珠城有王者神器日月明珠，任何王者异化兽进来都会被降级。可现在你瞬间明白了，脸色铁青。城里有内奸，朱家的余孽。司徒石白眼中闪过一丝悲凉，他向你讲述了200年前那段黑暗的历史，一个将人当作奴隶和饲料的家族，为什么当初不解决这群败类？你握紧拳头，怒火中烧。司徒石白苦笑，情况远比你想的复杂。经过一番长谈，明珠城的局势在你眼前渐渐清晰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找出内奸，并调查清楚天长湖王者的底细，而能看破天长湖伪装的只有你。你的任务就是去调查那个该死的月王子。接下来的几天，你过上了3.1线的生活，白天学分矿，前半夜练拳，后半夜则化身死神，在明珠城的街头游荡，寻找那些藏在暗处的家伙，扫除对全城监控，却一无所获。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。你很清楚，御兽朱家的余孽一定用了某种手段，避开了监控。午夜，你像个幽灵一样在街上飘荡，顺便吓唬几个醉鬼，收集点高质量的恐惧。突然，你发现3个形迹可疑的家伙，他们从一栋宅子里出来，手里提着诡异的绿色提灯，在小巷里穿梭。你悄悄跟上，发现他们在一栋豪宅附近停下，开始布置某种结界。你立刻联系了刘思善，思姐，天火路13号有3个鬼鬼祟祟的家伙，知道了，我问问曼妮。刘思善的声音从徽章里传来，背景是嘈杂的战斗声。很快，曼妮回复：天火路没有异常，连你都看不到，出问题了。刘思善立刻意识到不对劲，别轻举妄动，等我过来。你收起徽章，化作一条被迷雾包裹的黑色大蟒，悄无声息地爬上房顶，居高临下的观察。你看到那3个人用几块石头破解了豪宅的结界，于是你对石头发动了鉴定，镇龙石可覆盖绝大多数结界，制造这玩意的画面再次刷新了你的3观，用活人觉醒者的本源之力浇筑而成。你双眼逐渐坚定，在心里又多了一个目标，绝对不能让御兽朱家这帮家伙死灰复燃。那3人潜入豪宅，像是在找人。你耐心观察，直到他们从一个房间里弄出一个睡着的女孩。不好，他们要逃！你立刻跟上，同时对那女孩发动了鉴定。姓名陈俊廷，潜力12星，天赋圣光之体，体内的本源拥有感化一切生命的能力。12星的潜力，你倒吸一口凉气。虽然不明白圣光之体到底有什么用，但你知道绝对不能让他们把人带走。你脸上覆盖迷雾，手持恐惧战镰，从房顶一跃而下，如死神降临。天呐！负责殿后的那家伙看到你的脸，直接被吓傻了。你一刀划过，他的要害冲天而起。黄三没了，为首的朱红眼男脸色一变。黄武，你去挡住他。另一个手下立刻停下，双手一抬，无数岩石拔地而起，像陨石群一样朝你砸来。你化作纯水，任由岩石穿身而过，毫发无伤。但就在此刻，镰刀末端突然射出一把明雾飞刀，穿透层层岩石，瞬间洞穿了那个叫黄武的眉心。你从他的残骸旁跑过，感觉到一股前所未有的纯粹的紫色恐惧涌入体内，身上的明雾斗篷更加凝实了。你发现自己甚至可以离地漂浮，速度比子弹还快。你化作一道黑影，急速追向最后的朱红眼男。突然，一支利箭从侧面射来，直接重创了你的要害。你化作一滩水，迅速重组，一个蒙面弓箭手落在你面前。他二话不说，又是一支带着电光的箭射来。咻！一道水鞭从远处抽来，击落了箭矢。别管我，救人！你冲着刘思善的方向大吼。刘思善毫不犹豫，立刻转向追击。小巷里只剩下你和那个蒙面弓箭手。新手蒙面人对着天空射出一箭，在你抬头的一瞬间，他鬼魅般出现在你身后，一把带着电光的匕首狠狠刺入你的后心。你瞬间被电成一滩焦黑的液体。下辈子记住，别轻易把视线离开敌人。蒙面人冷笑着，拿出火油准备毁尸灭迹。但就在这时，焦黑的液体中猛地刺出无数尖刺，直接洞穿了他的手。谢谢你的教导。你的脸从液体中浮现，语气森然。无数明雾飞刀从你身上射出，逼得蒙面人手忙脚乱。他失算了，他不知道你的能力到底是什么。蒙面人太轻敌了，一个16岁的新手能有多强？他那能释放10万伏特的戒指，配合匕首上的剧毒，顶级以下中招必倒。但他错了，经验主义害了他。你像个老手一样，远远的用飞刀消耗他。数十分钟后，在他避无可避时，30把飞刀齐发，一把精准的射中他的膝盖。战斗结束，但你很谨慎，看着他破破烂烂的躯体，你还是不敢靠近。你又补了几刀，发现他居然没倒下。行了，给我个痛快！蒙面人艰难地说道。天呐，还没倒下！你被吓了一跳，对觉醒者的生命力有了新的认识。你一边用火焰恢复体力，一边观察着他。这一次，你没有再废话，直接凝聚飞刀射向他的要害。真够谨慎的。蒙面人苦笑一声，猛地砸碎了手上的戒指。危险！你瞬间汗毛倒竖，明雾将你层层包裹。轰！一道雷霆从天而降，蒙面人瞬间化为灰烬，周围的房屋玻璃全被震碎。你被雷爆得余波掀飞，心脏狂跳，动静太大了，天长湖被惊动了。你立刻联系刘思善，思姐，快撤！与此同时，城主府，月王子跳出窗外，背后的尾巴无限分叉，像一张大网笼罩了整个城市。尾巴上的眼睛全部睁开，扫除队的结界室内。负责监控的曼妮脸色一变，不好，天长湖有异动。他当机立断，将正在和朱红眼男交手的刘思善直接传送回了密室。另一边，朱红眼男还没反应过来，月王子就出现在他面前。洛诗雨。朱红眼男认出了这张脸，但他更清楚，眼前的是月王子。你认识我？月王子眯起眼睛，尾巴一卷，将他拉到面前。他嗅了嗅墙壁上的刀痕，冷笑道：你们为了抢他，我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朱红眼男嘴硬道：有意思。月王子狞笑着，一根尾巴直接洞穿了他的要害。他拎起昏迷的陈俊廷，自言自语：如果我把你吃了，会不会很有趣？这时陈俊廷醒了过来，他看着月王子，甜甜的笑道：姐姐，你好漂亮。月王子举起的手僵住了，他想解决这个女孩，却怎么也下不去手。他转过身，嘶哑的吼道：月影，解决她！月影从影子里扑出，但下一刻，他的爪子却插进了自己的肩膀。殿下，我下不了手。月王子浑身颤抖，尾巴在最后一刻停在了陈俊廷面前，心中产生了巨大的负罪感。最后，他一咬牙，决定先把陈俊廷带回城主府。你通过。风雨者听到了零碎的对话，证实了你的猜想。陈俊廷的能力绝对不简单。你趁乱回到小巷，开始搜刮战利品。你强忍着不适，从2
两句残骸上搜刮了铜环、手提灯和戒指。就在这时，一团火焰在你身边炸开，一个红发青年痞里痞气的走出来：“哥们，那个归你，这个归我，怎么样？”你缓缓转过身，脸上凝聚出死神之面，黑色的斗篷无风自动。你举起恐惧战脸，用空洞的声音问：“你说什么？”红发青年吓得腿一软，瘫坐在地。大哥，有话好说。你只是冷冷的看着他，镰刀在他脖子前停下，海量的紫色恐惧从他头顶涌出，被你尽数吸收。下次记得擦亮你的眼睛。你收回镰刀，捡起战利品，转身消失在黑暗中。第二天，你起床就看到月王子的尾巴在城市上空扫荡，幻光天幕基本失效了，明珠城将直面异化兽的侵袭。你心里一沉，只好暂时老实待在铁质魂打铁。与此同时，城主府，月王子头疼地看着对面的陈俊廷，这个女孩的能力太过诡异，他不仅无法对其产生敌意，甚至连拒绝她的要求都做不到。现在他只能将这个小祖宗带在身边，免得他把整个天长狐族都给感化了。洛诗雨姐姐，你家人不会担心你吗？陈俊廷眨着天真的大眼睛问。我没有家人。月王子硬邦邦地回答。我也没有妈妈，从小跟着爷爷长大，他从来不让我出门，好不容易逃出来，我才不要回去。陈俊廷给你倒了杯茶，笑嘻嘻地说：“姐姐你多喝点，我泡的茶最好喝了。”月王子看着那杯明显是劣质茶叶泡出来的水，又看了看陈俊廷期待的眼神，最后咬着牙一饮而尽。结果一壶茶下肚，他被憋得只能去上厕所，连监视全城的5条尾巴都收了回来。就在月王子离开的瞬间，城主府的某个密室里，一个叫朱泽明的男人通过特殊的仪式进入了一片白茫茫的空间。朱泽明，昨晚怎么回事？一个老者厉声问责。大长老，是扫除队的案子，一个叫张平的小子坏了我们的事。朱泽明谦卑地回答。不过您放心，今晚我就解决他。至于陈俊廷，他现在在狐狸手里，我会尽快把他弄出来。尽快，他是我们对付司徒石白那老家伙的关键。是，你正在厕所里鉴定着昨晚的战利品，那个绿色的提灯，在注入你的明雾后，竟然进化成了幽鬼提灯，效果是王者级以下绝对隐身，这简直是神器。你又鉴定了铜环和戒指，不出所料，他们的制造过程都充满了残忍。你咬着牙把这些东西都收进了黄金宝库。张平，你拉钻石吗？怎么那么久？裘强的声音从门外传来。扫除队总部会议室，司徒石白正在开会复盘昨晚的行动。思思，你去装备室挑2件装备，一件自用，一件给张平作为奖励。司徒石白看向刘思善，意有所指。明白。刘思善立刻懂了，这是让他今晚去找你。陈明想反对，但司徒石白一句话就堵住了他的嘴。这次我亲自掩护思思。城主府，长廊，朱泽明拦住了一只正在行凶的天长狐，帮我解决个人。他递过去一颗月牙狼的犬齿，成交。天长狐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夜晚，兽王拳馆，你们正在学习新的招式凤爪式。你拿着价格死贵的秘药分发给众人，心里把拳馆骂了100遍。自由对练时，你走向王杰明，我们来对练吧。我还没入门。王杰明不好意思地说，没事，随便试试。你笑着说，你心里清楚，这几天你不在，王杰明肯定没少挨揍。